9岁小孩只是冷冷的一句话，竟让实力仅次于蚁王的猫女吓得冷汗直流，只因这是猫女自诞生以来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甚至吓得她直接跪在了小杰的面前，恳求她允许自己先救治小麦，并承诺在这期间，无论小杰提出任何要求，她都会无条件答应。然而这番话却彻底激怒了小杰，他不明白这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恶魔为何要摆出这副惺惺作态的慈悲模样。他的目光逐渐凝聚在小麦身上，那道瘦弱身影却与记忆中的凯特渐渐重合，仿佛都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小杰强忍着心中的杀意，命令猫女立刻离开那女孩，与自己堂堂正正的决斗。可谁知猫女听后却将手心朝上，匍匐在二人身前。为了换取小杰的信任，她甚至毫不犹豫地折断了自己的手臂，并再三保证只要让他先治疗完小麦，完事就会立刻去救治凯特。可这番话却让小杰更加怒不可遏，他不明白猫女为何对小麦这个人类会全力以赴地给予救助，可对凯特却是施加残忍的虐杀。刹那间，一股浓烈到近乎实质的杀意从小杰体内爆发，他将全部念力汇聚在拳头上，准备一击解决掉猫女。千钧一发之际，奇亚突然出手拦住了他。奇亚非常理解小杰的痛苦，但他还是希望小杰能够冷静下来，因为现在杀了猫女，那凯特就真的再也救不回来了。这番话瞬间戳中了小杰的软肋。冷静过后，小杰还是听取了奇亚的建议，待猫女为小麦治疗完毕，两人来到凯特的身前，眼看目的已经达成，猫女终于说出了残酷的真相：凯特早已死去，她的治疗能力无法做到起死回生。看着凯特逐渐倒下去的身体，这一刻小杰彻底坠入绝望的深渊，但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真相。没有理会崩溃的小杰，猫女自顾自地开始治疗伤口。可这一幕落入小杰的眼中，却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明明对方有治愈的能力，果然还是不愿意给凯特治疗吗？一股深沉到可怕的气息从小杰的体内冲出，甚至就连猫女都感受到了一丝恐惧。小杰终于还是黑化，此刻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杀了猫女，替凯特报仇。见此一幕的猫女被惊得说不出话，那是足以对蚁王造成威胁的恐怖存在，逼得猫女不由自主地用出了黑子无暇。这是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施展出的最强招式。面对如此强敌，猫女不敢有丝毫犹豫，利爪撕裂空气，直扑小杰而去。然而这必杀的一击却扑了个空。意识到不对的猫女迅速朝着宫殿外跑去，可当她来到门口时，小杰那完全进化后的身躯已如铁壁般挡在她的面前。此时的小杰已然脱胎换骨，健硕的身躯足以证明他现在的恐怖实力，但小杰依旧没有失去理智，他不想在这里战斗，打扰到凯特的安宁。猫女竟鬼使神差地跟随小杰一步步向森林深处走去，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认，绝不能让这个少年出现在王的身前。为了铲除对蚁王的威胁，猫女率先向小杰出手，然而这全力的一击却被小杰轻松躲开。小杰一脸冷漠地注视着猫女，紧接着一脚就将她踹飞到半空中。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在猫女即将落地的瞬间，又是一拳狠狠将她轰向高空。这一拳直接打掉了猫女8条命。然而此刻她却感到十分庆幸，因为猫女深切地感受到这股力量是以燃烧生命换来的，使用一次后便无法再用。这样一来，小杰便再无可能威胁到王，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个痛苦的过程。当奇亚赶到时，看到的是一副令他终生难忘的场景：小杰的拳头染满鲜血，而猫女的身体也已支离破碎。奇亚迟疑地呼喊着小杰的名字，心脏却猛然收紧。这本是需要几十年修行才能获得的力量，如今却被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他比谁都清楚小杰为此付出的代价。奇亚想要阻止，却无法靠近。他明白这一击将透支小杰最后一丝生命力。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蚂蚁篇的深层内核是富坚对少年漫正义逻辑的彻底解构。猫女为保护小麦甘愿断臂下跪，而小杰因凯特之死对他施以虐杀，善恶随立场瞬间颠倒，暴露了道德的脆弱。这种荒诞恰恰指向小杰愤怒的真正源头，他恨的不是猫女，而是当初弱小的自己。于是他用全部生命换取力量，但这并非成长，而是拒绝承认世界存在不可挽回的伤痛。奇亚全程无力干预，宣告友情救赎在此刻的廉价，有些深渊只能独自坠落。当力量燃尽，复仇未得释然，小杰止于空洞的人形。富坚借此质问：若执念的终点是自我消亡，其意义何在？蚂蚁篇撕开热血外壳，照见的是人性深处那片混沌又凄美的荒原。